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职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常规赛被猛龙横扫，场场还都是2位数分差。到了季后赛前2场，骑士反手打了一个2-0，这就不是状态好一点能解释的了。G2 最后比分115比105，骑士从头到尾只让猛龙领先了0%的时间，自己最多领先16分。米切尔30分7篮板5助攻，而且0罚球命中，30分全是运动战硬拿。哈登28分5抢断4助攻，莫布里25分8篮板13中11。更夸张的是，这是骑士对猛龙的季后赛12连胜，已经追平了 NBA 面对同一对手的季后赛连胜纪录。其实比赛第一攻，骑士就把中路打到了，莫布里在高位拿球，阿伦从底线切中路，接球以后顶到篮下，在5英尺左右直接抛进一个小抛投。这个回合的重点，骑士第一拍就让猛龙的中线防守动了。猛龙赛前最想守住的是外线持球发起，结果骑士开场第一球先往中路打，等于告诉对面今天双塔这一层会先上桌。下一球还是阿伦，米切尔持球推进，阿伦在篮下找到位置，接球以后直接在2英尺范围把球放进。这2个回合连起来看，很像骑士刻意做的选择，先别急着让米切尔和哈登打外线，先让阿伦在禁区把猛龙的协防层次叫出来，只要猛龙收缩一步，外线后面就有空间。然后哈登开始摸比赛，他在右侧弧顶附近持球，对位谢德，先用左手运球，慢慢往中路做打，把谢德的重心和脚步往后压了一点。等谢德开始准备防他继续往里走，哈登突然减速，右脚先踩停，再往后撤半步，把出手空间直接抠出来，位置就在禁区附近，抬手就进。而第2个运动战进球，哈登打的就是最典型的持球挡拆。这一球，阿伦上来给他做掩护，谢德第一拍被挂在身后，哈登顺着掩护直接走中路。猛龙内线这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完全提出来，哈登推进到篮下以后直接完成抛投。这个球的重点不是速度有多快，而是他借阿伦这一下把谢德甩在第一层后面，后面的护框又没能及时站到位，于是整条突破路线就直接开了。这个回合一出来，猛龙前面的防守就要重新做选择，到底是外线继续贴死，还是先把挡拆后的中路堵住？对老后卫来说，这种球最值钱的不是速度，而是他先用掩护把第一层防守拆开，再用路线和节奏去惩罚第2层。而米切尔第1节的得分顺序也很关键，先是13英尺fadeaway，随后是19英尺中投，然后才是24英尺 step back 3分。这个顺序说明他一上来没有急着高难度外线，而是先用中距离把手感、节奏和脚步调顺。第一球是先在拿到前场板中路位置靠一下，直接后仰出手2+1。第2球是推进到肘区附近，看到防守人退了半步，直接拔压哨命中。等前2球把防守脚步往前提了，第3球在外拆，用 step back 狠狠干外线。这就是季后赛头牌最稳的起手方式，先把舒服区打出来，再把难度往外抬。第1节骑士能打到26比19，是阿伦先吃中路，哈登把持球和中近距离理顺，米切尔再把中投和3分接起来。猛龙当然也有回应，谢德有3分，巴雷特能冲框，可那些球更像局部续命。骑士这边每个得分回合都在往同一个方向累积，先把比赛节奏稳住，再把外线和中路一层层打开。第2节开始，猛龙把身体对抗和防守强度拉上来了。从比赛观感和最终结果看，猛龙今天对哈登的上身体很足，身体接触很多，裁判整体尺度偏放，哈登整场只站上罚球线2次，但哈登第2节没有被这种对抗拖乱。他先是1对1突破，直接过了防守人，随后面对协防，直接高抛助攻，莫布利空接，随后他命中一个6英尺 floater。猛龙前面的思路其实很清楚，就是想把哈登赶进抛投和长2分区域，让他别轻松发牌。结果哈登今天偏偏把这层球打得很稳。前一个球他推进到禁区前沿后没有停球，看到内线协防完全提上来，直接把球送出去。后一个球则是再往里走一步，等协防人犹豫那一下，再把球高高挑进。这2球一进，猛龙原本想让他只打半舒服球的算盘就不太成立了。等猛龙开始更认真的往里缩，哈登外线2刀也来了。第2节里，他先是顶着2人的防守，命中了25英尺的压哨3分，又硬又狠。随后面对巴恩斯的防守，一个后撤晃倒对手，抬手就是一记26英尺3分。这个顺序特别像哈登今天整场比赛的逻辑，前面先用中投上篮 floater， 把防守重心往里骗，等你真往里缩，他再打外线。
而米切尔第二节也在继续接管第二拍。这一节后半段，他先接施罗德传球命中27英尺3分，随后又接 Tyson 传球命中26英尺3分。这两球的重点在于，他们都不是从第一拍就自己硬拆出来的，而是哈登和其他持球点先把防守拉开以后，米切尔在第二拍打爆。常规赛打猛龙时，米切尔很多球要从第一拍就顶着长锋线往里杀。这两场季后赛越来越像前面有人先把门推松一点，他再直接把门踹开。这就是骑士这轮和常规赛最大的区别。而猛龙这边，英格拉姆这场为什么看着特别难受？问题不只是3中15拿7分这么简单，而是他很多回合都被骑士卷进了最不舒服的判断里。进攻端，他上半场就连续投丢15英尺 pull up、14英尺 pull up 和镜框终结，说明他从第一拍就没找到舒服节奏。防守端，骑士有意把球带到他这一侧，让他必须在贴外线、收中路、补第二层之间来回判断。英格拉姆今天最明显的问题是站近了脚步跟不上，退半步又给你出手，想回补又总慢一拍。所以这场不是单纯英格拉姆手感差，而是他攻防两端都被点得很难受。第三节真正把比赛再往骑士这边推一层的是莫布里，他今天13中11拿25分8板，而且不是纯吃饼。第二节末段，哈登其实已经给过他一个空接暴扣，那球先把猛龙内线的站位打乱了。到了第三节，莫布里开始连续惩罚中路和外弹，先是接米切尔传球命中一记22英尺3分，这球说明猛龙已经不敢太深递手禁区了。随后他又打成一个2+1，再补一个9英尺 driving floater。这几球放一起看，意思很清楚。猛龙前面已经在全力盯哈登和米切尔，结果莫布里又在禁区和肘区这层不停补刀。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节打着打着，比赛又回到骑士手里。也就是说，猛龙现在最麻烦的是他们解决不了哈登把双塔和米切尔全串起来这一整环。哈登先把第一拍盘顺，米切尔干第二拍，莫布里和阿伦把中路篮下站住。这条链一旦完整，猛龙那种靠锋线长度和身体对抗把比赛拖进糙局的方式就越来越难奏效。第四节猛龙当然也在追，巴恩斯和巴雷特都在冲，谢德也能续分，可每次刚想把分差压到真正危险区，骑士就有人把球重新放进去。最先站出来的是角色球员，梅里尔接米切尔传球扔进第一记3分，这球来得很及时。猛龙前面想把比赛拖进近身肉搏，骑士如果还在外线犹豫，这一节会很难打。梅里尔这一球相当于先告诉猛龙，外线不能随便收，只要防守稍微往里缩一步，骑士边线和弱侧还是有人敢出手。紧接着泰森又补了一记3分，这两球连起来节奏就完全不一样。猛龙第四节原本想做的是先靠冲篮下和反击把分差磨下来，结果骑士开局先用2记外线把分差定住。而真正把骑士从这段危险期里拉出来的是哈登助攻斯特鲁斯那记3分，这一球很关键。哈登这回合持球，先把防守注意力吸到正面，猛龙内线和侧翼明显有一个往里收的动作，想先防他往中路拆。哈登没有急着自己打，而是等防守收缩到位后，直接把球送到弱侧大空位的斯特鲁斯手里。斯特鲁斯这球不只是空位投进，而是把骑士那口快断掉的气重新接上。下一球，哈登自己直接来，面对巴恩斯没有先大幅度摆脱，而是先用身体和节奏去顶。巴恩斯本来是想靠尺寸和对抗把哈登的路线压偏，可哈登这球处理得很老道，先顶住第一下接触，不让自己失去中线位置，然后顺着身体的碰撞节奏继续往里走，最后轻松把球放进。这球说明一个很现实的事，巴恩斯有体型，但真要1对1连续摁哈登还是很难。因为哈登不是纯速度型后卫，他会用节奏、身体和路线把防守人先卡到自己不舒服的位置。而猛龙这时候最伤的一点是英格拉姆继续打铁，比赛打到最后5分钟，真正把门关上的就是米切尔。先说那记迎着巴雷特的3分，巴雷特其实已经在位了。米切尔这回合没有做特别多的铺垫，拿球以后先观察对位人的站位，看到巴雷特脚步有一点往后退，想防突破，他就直接在外线拔起来了。这个球的关键不在大幅度摆脱，而在巴雷特那一下重心判断错了。米切尔今天前面中距离和突破都已经打出来了，巴雷特不敢完全贴死，于是外线就迟了那半拍。对顶级后卫来说，半拍就够了。下一回合，米切尔反击正面加速上篮。这球和前一个回合呼应，外线3分刚进，猛龙防守第一反应一定会更顾他外线，结果他下一拍就不再停，直接正面提速往篮下冲。
不是动作多复杂，而是他第一步太坚决了。猛龙退防，人脚下还没完全站稳，米切尔已经把路线踩死，最后直接冲到底上篮得手。这2球连着看，就是球星收比赛最典型的方式。后面米切尔又补了一个突破后的抛投，这个球和前面的反击上篮不一样，前面那球是直接提速冲到底，这球则是在推进到禁区前沿以后，看见护框人没有完全贴上来，直接把球抛出去。这个处理特别老练，因为比赛后段很多人会急着狠狠干篮下，结果一头扎进协防里。米切尔这球没有把路线走死，而是在最合适的距离把球提前交出去，既避开了正面护框，也没有给身后追防再补的机会。猛龙这边最后还靠英格拉姆一记3分维持了一点悬念，但这个球更多是延命，不是翻盘信号。因为前面比赛已经拖了太久，猛龙的失误又太多，追到这一步时，时间和比赛节奏其实都已经不站他们这边。所以这场米切尔30分且无罚球得分确实很硬，不是单纯因为30分多，而是这30分几乎全是运动战打出来的。中距离 step back 转身推进后的终结全都有，而且到了第4节还在继续进。对季后赛后卫来说，这种30分最能说明问题，身体对抗和防守层次都上来了，他还是一球一球把比赛收掉了。哈登下半场防守也的确很有价值，他这场5次抢断打完后，季后赛总助攻来到1139次，已经正式超越隆多，升到历史第7，距离第6的托尼·帕克只差4次。2场球打完，系列赛其实已经有点不像5-5开了。常规赛3杀当然是真的，可季后赛到现在，骑士把比赛逻辑完全改了。G1 是米切尔32分，哈登22分10助。G2 是米切尔30分，哈登28分5段，莫布里25分。2场串起来看，骑士不是一时状态好，而是已经把谁发起、谁接第2拍、谁站中路这件事理顺了。猛龙当然也有巴恩斯和巴雷特这种能硬顶的点，但他们现在更像靠一股劲在追，骑士则像3层系统轮着在出题。对面当然也有球星，但骑士这边今晚更像有超级英雄。最后这轮系列赛对骑士最重要的其实就尽快解决战斗，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今天的比赛尺度和对抗已经摆在这儿了，哈登这一点尤其值得保护。对骑士来说，最理想的剧本就是继续把比赛压进半场，继续让哈登里第1拍，米切尔吃第2拍，双塔站中路，4场或者5场把系列赛收掉。别再给猛龙更多用身体和情绪把比赛拖浑的回合，